大家好，关于花兔山下面的水月洞天这个据点的建造方法，现在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弄懂地基串联支撑力共享技术，这是建造的前提。很早以前就有人发现，当上下两块地基对齐到一定精度之后，两块地基上方的屋顶拼接后再拆除，这时屋顶并不会掉下来，而是产生了吸附，这是支撑力转移的现象。前不久，朱棣看可这位 UP 主深入研究之后，发现了地基串联起来会产生支撑力共享的现象，而水月洞天这个据点就是基于这个技术开发出来的。详细的技术细节大家可以去这位 UP 主的视频里学习。下面我们来讲一讲水月洞天的搭建。我们要解决3个问题。第一块地基要摆放在什么位置？脚手架该如何搭建并延伸？如何解决帕鲁空气墙？这3个问题解决之后，那么这个据点就可以搭建成功。我们先来解决第一块地基的摆放位置。我们在瀑布中段找到这个缺口，将鼠标放在缺口的尖上往上推，这个时候注意屏幕上方的方向指针。当这块地基放下之后，它将向上和向下延伸，产生所有的地基。大家好好看看它的位置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该如何搭建脚手架？脚手架该如何延伸？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地基串联支撑力共享技术。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。当第一块地基搭建的小平台无法拓展时，就需要降一格往下继续搭建一个小平台。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了地基对齐法，可以使用我的这种地基对齐法，也可以使用朱棣看可这位 UP 主的对齐方法，都在我们的历史视频里面可以找到这些对齐方法。当对齐的地基放下之后，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，那就是测试。测试这块地基的精度能否与上面的地基串联，形成支撑力共享。测试的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在脚手架与地基上面分别摆放3个屋顶，注意先摆左右两边的屋顶，然后再摆中间的屋顶。然后我们只需要拆除任意一边的这个支撑，比如说拆除地基，或者说拆除脚手架这边的支撑，而3个屋顶都没有掉下来的情况下，那么这个精度是达标的。精度达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扩展这块地基，形成一个新的平面，然后在这个平面与上面的平面之间架设楼梯或者墙壁，来使它们达到一个串联的效果。那它们之间的支撑力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串联起来。这里可以看到，我将下层地基与上层地基通过一面墙和一个屋顶串联到一起，然后我在上层的墙延伸一个脚手架，它可以不停地往前延伸，很明显它吃到了下面这块地基的支撑力，所以这就是脚手架搭建的秘诀。然后这个脚手架我可以延伸到没有地基的地方，然后再对齐出一个新的地基出来，然后再通过串联的方式不停的这样去增加脚手架的这个覆盖范围，最终完成了整个洞天里的地基建造工作。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脚手架一定要遵循唯一原则，
整个据点里所有的地基一定要用同一个脚手架去对齐。你可以通过脚手架向上、向下、向左、向右去延伸，这样同一个脚手架对齐出来的地基，它们之间只会产生一次误差，而不是误差累计。这样在后面将建筑连成片时会更加方便、更加美观，而且支撑力也更容易共享。知道了脚手架的搭建方法和使用方法，为了缩短视频的时长，中间的建造过程我就省略掉了。我们直接跳转到最后一个步骤，空气墙该如何解决？说到空气墙，那我们必须要先确定空气墙的范围，然后才能解决它。该如何证明有空气墙呢？首先，我的人进去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会发现据点里的帕鲁从来不走这边。然后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扔球。当我扔出帕鲁，帕鲁只会刷新在我的脸上，但是我往没有空气墙的地方扔，帕鲁就会扔得很远。但是我往面前扔，但是帕鲁只会刷新在脸上。所以我们面前有一道针对帕鲁的空气墙，而这个墙的范围根据实际丢球测算。它是一个三角形的范围，一直延伸到这个地下层，从这里往楼道这边全部都是空气墙的范围。空气墙的影响是什么？帕鲁一旦掉进空气墙，无法行动。所以空气墙该如何解决呢？知道了空气墙的范围，我们还要知道空气墙的高度。很明显，空气墙的楼高应该是4层，有4层的高度。4层高度的空气墙，所以我在这里建了一栋房子，将整个空气墙盖在下面。而帕鲁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，就不会掉到空气墙里，导致无法行动，最终饿死。为了保证掉下来的帕鲁能够正常活动，所以我在这里，在这个房子的上面搭建了一个楼道，可以直通牧场，这样帕鲁就可以自己上来。好了，本期教程的内容就这么多，有任何疑问可以在评论区艾特我，或者在直播间里问我。请大家给一个免费的赞，谢谢观看。